這幾天的全球金融市場簡直就是一部超級好萊塢大片。就在剛剛，川普突然宣布推遲對伊朗發電廠的軍事打擊5天，並且透露雙方進行了非常好的談判。這一個急剎車直接把市場原本準備好的末日劇本給撕了。今天我們就來拆解一下這個局面。美伊戰事緩和，澳元紐元為什麼反彈乏力？油價急跌，之前那種嚇死人的恐慌加價怎麼瞬間全消失了？接下來的內容非常關鍵，我會從地緣政治的底層邏輯一路講到我們真金白銀的投資機會。這不是那種聽完就算了的宏觀分析，而是直接關乎你錢包厚度的實戰錢貨。我會帶大家看透這波油價暴跌背後的資本血洗，以及澳紐貨幣現在這種要死不活的狀態到底是陷阱還是機會。影片最後我還準備了一個超實用的投資心理與籌碼分析 bonus， 絕對能幫你在這波震盪市裡少走很多彎路，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我們先來聊聊這2天最刺激的油價。還記得2月底3月初那段混亂嗎？美以聯軍突擊伊朗，戰事升溫，霍爾木茲海萊差點被封，全球能源市場整個炸開。那幾天油價像失控一樣往上衝，市場上滿滿都是要打大仗了，油要缺了這種恐慌聲音。結果呢，川普突然一句話宣布暫緩軍事行動，還丟出談判訊號，市場原本準備好的末日劇本瞬間被撕掉，油價立刻大幅回落，之前那一段被嚇出來的漲幅直接被市場抽走，乾脆的像有人把情緒開關關掉。這就是地緣風險行情的典型節奏，漲的是恐懼，跌的是冷靜。我跟大家分享一個我身邊的真實案例。我有個做傳統貿易的朋友，平時做生意很穩健的一個人。3月初的時候，他跑來找我喝咖啡，整個人焦慮的不行。他看着油價天天飆，覺得接下來全球海運物流成本一定會翻倍，甚至怕能源斷供。結果他在油價100億美元的時候，因為恐懼，一咬牙高位囤了一大批合約和現貨。這2天他看住跌破90的油價，整個人都懵了，幾個月的辛苦錢瞬間灰飛煙滅。這就是資本市場最殘酷的地方。我們靜下心來想一想，油價之前的暴漲有多少是因為真實的石油不夠用了，又有多少是因為純粹的恐懼？數據是不會騙人的。根據最新的官方公布新聞數據，全球原油市場在2026年其實是產能過剩的，每天大約有近300萬桶的剩餘產能。也就是說，底層的供需根本不支持120美元的油價，那多出來的幾十塊美金是什麼？是市場為了萬一中東徹底打爛了而支付的保險費，這在我們行內就叫恐慌溢價。現在這層窗戶紙被捅破了，你看伊朗國內面臨巨大的經濟壓力和民眾抗議，他們真的想全面開戰嗎？不想。美國這邊呢，川普是個精算師，他太清楚把油價打上天，導致美國國內通膨再起，對他的政治籌碼一點好處都沒有。所以雙方一接觸，稍微給個台階，恐慌情緒一散，油價自然就現出原形，跌回它該有的位置。這件事給了我們一個非常深刻的投資教訓，永遠不要在炮火聲最大的時候去追高那些被情緒炒作到極致的資產。你以為你買的是避險，其實你買的是別人高位套現的籌碼。政治家打的是政治牌，而我們看的是真金白銀，千萬不要入戲太深。看透了油價的底層邏輯，我們接着來聊聊今天影片的第2個核心，也是很多做外匯和關注海外資產的朋友這2天狂問我的一個問題。避險情緒降溫了，為什麼澳元紐元這2兄弟還趴在地上裝死？按照教科書上的邏輯，美伊不打了，世界和平了，大家的恐慌情緒沒了，那市場資金應該要重新擁抱風險資產啊。澳元和紐元作為典型的風險貨幣和商品貨幣，這個時候理應迎來一波強勁的反彈，對吧？但我這2天盯盤的時候，看住澳元對美元、紐元對美元的 K 線圖，真的是忍不住摇頭，這反彈也太弱了吧。就像是個剛跑完馬拉松的人，你想讓他立刻100米衝刺，根本跑不動。為什麼會這樣？這其實是一個特別容易讓人踩坑的邏輯陷阱。很多新手朋友覺得危機解除了等於經濟大好，等於澳紐貨幣大漲，但真實的金融世界比這個複雜得多。讓我用一個大家生活中都能秒懂的例子来解釋。你可以把澳洲和紐西蘭想象成2家開在同一條街上的超級農產品與礦產超市。澳洲主要賣鐵礦石和煤炭這些建材，紐西蘭主要賣牛奶和牛肉這些高級食材。前陣子街角那邊有2個黑幫美伊在對峙，隨時要火拼，街上的顧客嚇得都不敢出門買東西了，超市生意慘淡。現在好了，警察來了，黑幫和解不打了，街上安全了，那你說这2家超市的生意会立刻好到爆嗎？答案是不一定，因為生意好不好不只看街上安不安全，更要看顧客口袋裡有沒有錢以及肚子餓不餓。澳元和紐元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地緣政治的恐慌，
而是大客戶現在胃口不好。大家都知道，澳洲和紐西蘭最大的出口市場在亞洲。如果你有在留意近期的官方數據，就会發现，亞洲地區的內需復甦和基礎建設投資目前還處於一個相對緩慢的調整期。我有一個認識很多年的朋友是專門做紐澳進出口貿易的，以前行情好的時候，那些紐西蘭奶粉、澳洲紅酒都是幾十個貨櫃這樣往亞洲發，供不應求。上周末我跟他吃飯，他跟我大吐苦水，說現在雖然物流沒問題，但下游採購商下單變得非常謹慎，以前是一次囤半年的貨，現在是只買1個月的量，賣完再說。你看，這就是最真實的經濟溫度。這兩家超級超市的大客戶目前還在勒緊褲腰帶過日子，你說這兩家超市的業績，也就是澳元和紐元，怎麼可能會有爆發式的增長？另外還有一個更致命的金融因素，就是美元老大哥的吸金大法。雖然川普把戰事按下了暫停鍵，但美國國內的通膨依然是個麻煩事。美聯準會的降息步伐一直拖拖拉拉，導致美元的利息依然很有吸引力。大家換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手上有大筆資金，你是願意放在利息高又是全球霸主的美元裡穩穩收租，還是願意冒險去買目前出口疲軟的澳元和紐元？資本是很誠實的，資金不回流，澳紐貨幣就很難有像樣的反彈。這裡給大家一個非常重要的投資建議和未來走勢判斷，對於澳元和紐元，千萬不要因為覺得它們現在很便宜就盲目去抄底。在投資市場裡，便宜從來不是買入的理由，有上漲的動力才是。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澳紐貨幣大概率會維持一個上有天花板下有地板的區間震盪走勢。天花板是大客戶的復甦速度，地板則是全球大宗商品的基本盤。如果你真的對這兩個貨幣感興趣，我的策略是不要追高，耐心等全球制造業指數連續2個月出現明顯回升，或者等美國那邊真的確認要進入連續降息週期。在那之前，如果你手癢想做，只能做低買高賣的短線區間操作，千萬別死扛長線。聽完油價的暴跌邏輯以及澳紐貨幣的疲軟真相，你是不是覺得市場的水真的很深？其實不管是做外匯、買股票還是做生意，真正決定你能賺多少錢的，往往不是你看了多少新聞，而是你在關鍵時刻的心理素質和籌碼管理。很多朋友私訊我說，每次一有大新聞就慌，一慌就亂操作，最後總是賣在最低點，買在最高點。所以影片的最後，我要來兌現我一開始的承諾了。接下來我要送給大家一個重磅 bonus， 這是我自己在投資圈摸爬滾打這麼多年總結出來的一套應對突發事件的投資心理學與實戰 SOP。這套方法曾經幫我在幾次大暴跌中保住了利潤，甚至成功反殺。每當看到這種川普發推特或突然談判緩和的大新聞，你的第一反應一定是想衝進去買或賣。停，這時候我會強迫自己離開電腦或放下手機，去喝杯水或洗個臉。這3秒鐘降溫法是為了把你的情緒腦關掉，換成邏輯腦。記住，在新聞剛出來的頭1個小時，市場上的波動絕大部分是情緒在宣洩，而不是價值在回歸。像這次油價暴跌，如果你在那一瞬間急住殺跌，很可能就賣在那個恐慌盤的最低點。接着你要區分事件與趨勢，每一戰事緩和是事件，是情緒，是短期影響，而全球產油過剩、亞洲需求疲軟、美元高利息是趨勢，是長期影響。投資策略是要用事件來尋找進場點，但一定要跟隨趨勢來做決定。這就是為什麼我前面說澳紐元雖然跌了，但還不能盲目抄底，因為它的趨勢還沒反轉。最後不要試圖吃掉整條魚。我有很多觀眾朋友總想着要買在最低點，賣在最高點，相信我，那是上帝做的事。我的真實經驗是只吃魚身子。當你看到油價從120跌到90，你沒抓到最高點沒關係，等它在90附近橫盤2天，確認恐慌溢價消失了，你再進場做下一步打算。這種操作雖然少賺了一點點，但能讓你活得比任何人都久。總結一下未來展望，2026年接下來的主旋律，我認為是避險資產的回歸與基本面的大洗牌。金價這幾天的回調幅度比預期更深，但這不改變長線趨勢。戰事是事件，全球債務才是趨勢。跌到支撐，我依然會分批布局。接下來這1年不要追求翻倍，而要追求穩健。在這個充滿不確定的年代，保住你的本金比什麼都重要。我一直覺得投資不是為了發大財去炫耀，而是為了讓我們在面對這個世界的不確定性時有一份從容的底氣。就像我當年轉行做金融，我也經歷過很多次市場的毒打，但正是這些經歷讓我明白，能笑到最後的人永遠是那些冷靜看戲、分批進場、不貪心的人。在這波動盪的市場裡，光有心法是不夠的。如果你現在正手握住澳元、紐元或者是石油相關的資產，
心裡卻還是沒底，不知道具體在哪個價位該進，哪個點位該撤。我其實已經為大家準備好了一套針對這波美伊降溫後的2026年專屬對策方案。這套方案會更深入地拆解技術面，包括具體的支撐位、壓力位，以及我個人私藏的幾組觀察指標。如果大家想要這套方案，可以在評論區留言我想看分析，並給這支影片點個讚。只要留言和點讚的人數夠多，我近期會專門再錄製一個視頻，毫無保留的公開給大家看。當然，如果你想更及時的掌握我的投資節奏，我也非常歡迎你加入我的專屬會員頻道。在那裡我會分享我所有的實戰投資方案和更細節的倉位變動，每個月的費用算下來比你買一杯咖啡還要便宜，但能帶給你的避險價值絕對遠超這杯咖啡。最後我還是要照例提醒大家，影片中的所有分析和走勢判斷都只是我個人的觀點和經驗分享，並不構成任何絕對的投資建議。金融市場瞬息萬變，投資一定有風險，大家在做決策前一定要根據自己的財務狀況做好風險評估，對自己的錢包負責。今天聊了這麼多，我想反問一下大家，你覺得這次美伊談判是真的迎來和平，還是只是下一波風暴前的寧靜？你目前手中的資產是打算趁反彈減倉，還是繼續死磕到底？歡迎在下方評論區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歡今天的錢貨，請一定要幫我點讚，分享給身邊的朋友，並且關注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個幫你守住錢包的關鍵分析。這裡是賺錢角度，祝大家在這個波動的市場裡都能穩穩的賺到錢。我們下期視頻見，拜拜。